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在上一集呢，我们介绍尼泊尔这片土地的诞生，同时呢，我们也介绍了在加德满都非常重要的2座佛塔。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继续介绍在加德满都周边呢非常重要的一些景点吧。自古以来，加德满都谷地呢，在迎来了多次的政权更迭后呢，一直崛起于尼泊尔西部的马拉人呢，取代了当时的尼瓦尔人，重新入主到了这片谷地里。他们呢，统治了这个尼泊尔长达了将近500年的时间，其中呢，这个王朝的遗址呢，甚至延续了将近800年哦，是整个尼泊尔历史上面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篇章。在这其中呢，最为人称颂的一位君王呢，是15世纪的雅克夏马拉国王。他一手呢，将这个王朝推上了巅峰，包含了实施法律的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尊重佛教之余呢，同时又引入了印度教的文化，甚至呢还巩固了种姓制度的这样的社会结构，同时呢还把当时的国土呢拓展到了新的高度，使得尼泊尔当时的国力呢达到了空前的盛况。但是呢，他为了要避免死后呢子嗣的争权，于是呢决定在他在位期间的时候呢，就开始将这个王国分封给他的孩子，结果最终呢反倒埋下了未来分裂的一个伏笔。那随着他的离去呢，王国呢最终分裂为了3大势力，也就成为了今天的3个杜巴广场，分别是巴德冈广场、加德满都广场以及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帕坦杜巴广场。那这个杜巴广场的意思呢，其实就是皇宫的意思，这也是如今呢大家来到加德满都的时候呢必会去探访的一些地方。当我们走进了帕坦杜巴广场呢，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呢，是一个非常显眼、全身包满着红布的一个雕像。那我们隐约呢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是一个猴子的形象。那这个呢，其实就是鼎鼎大名的哈努曼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呢？我们之前在巴厘岛的时候呢，就有特别介绍罗摩衍那的故事嘛。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协助打倒魔王的那个猴神呢，就是他了。那为什么如此强大的一个猴神呢，他会被披上这个红布呢？那对此呢，其实有几种说法。那第一个说法呢，就是呢，因为哈努曼呢，他的神力非常的强大，但是呢，他这个神力呢，非常的难以控制，因此呢，如果说有女性直视到他的双眼的话嘛呢，会被他强大的这个法力所震慑，因此呢，可能会导致不孕这样的状况。于是呢，他们就选择用红布把它给包起来，来封印他的神性。那另外一个传说呢，则更加富有童趣。有一天的早晨呢，哈努曼呢见到了从东边冉冉升起的太阳，他觉得呢有一点像是芒果一样，因此呢他一跃而起呢，决定要把这个芒果给吞下肚了。那顿时呢，天地失光，万物惊恐嘛。那众神出现呢，就央求着哈努曼呢将太阳吐出来。那从此之后呢，众神就发现了哈努曼的神力实在是太过强大，因此呢，他们决定用红布把它罩起来，得以封印他的一部分法力。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哈努曼呢曾经把太阳跟月亮当作是一个玩具在嬉戏，然后把它们把弄在手上里面，因此呢捣乱了整个天地的秩序，最终呢也选择要用红布把它包裹起来，来束缚他的神性。那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啦，其实呢都道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猴神呢，他真的有非常强大的法力。那这个部分某种程度上呢，其实跟当初孙悟空的设定又有一点点相似了。那当我们继续迎着广场向前行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神庙。那如果说大家仔细去瞧一下这个神庙上面的雕塑呢，就会看到许多不好描述的一些动作。那这大概是在许多的寺庙之中呢，我们都较少会看到的一个雕塑吧。那这个神庙呢，其实就是信庙。那大家一定不免都会好奇，在怎么样子的情况下呢，才会在神庙上面呢有这么多奇特的这样的一个雕塑呢？那关于这个信庙的雕塑呢，它有3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出自于统治者的一个策略。当时呢，佛教盛行嘛，然后呢，人人都向往要出家修行，这导致了农田荒废，然后国力衰退。
于是呢，统治者呢便决定要在神庙上雕刻出这些比较情爱的画面。那反过来呢，提醒年轻人红尘中的快乐，用艺术来召唤他们的欲望，然后让他们这个修行的风潮呢回归于现实的生活。那第二种说法呢，是来自于印度教的一个宇宙观。那其实，在印度教的宇宙观里面呢，其实性呢并不是一种罪，那它某种程度上呢是一种生命力跟创造力的一个表现。就跟我们之前在印度教的许多神庙里面，我们可能会看到湿婆神的灵家一样。那这些雕刻呢，其实它所象征的呢，都是一个生命力的创造，而不是单纯的欲望的一个展示哦。那第三种说法呢，则是指说过去呢，因为有一些外来的异教徒，他们企图要焚烧或者是要损毁神庙，于是本地人呢就刻意的在神庙上面呢雕塑出这些比较裸露的这些雕塑，让入侵者呢看到这些雕塑的时候，认为这些是不敬的地方，而不敢靠近。那算是另外一种蛮有策略性的一种防御吧。无论是哪一种原因，我们都可以看到信庙的展现呢，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去表达这样的欲望，而是呢透过这种比较赤裸的方式呢，来展现出它背后具有深意的一些意涵哦。当我们继续往前呢，我们就会看到在整个杜巴广场正中央里面呢，最具有神秘色彩的神庙，那就是塔利珠女神庙。那这位女神呢，被认为是印度教中杜尔迦女神的一个化身，她同时结合了战神跟母神的一个特质，她既可以是国王的守护者，也可以是王朝的夺命者。过去每一位的这个马拉国王即位的时候呢，其实都需要先向他起誓，才可以获得合法的这个统治权哦。那同时呢，塔利珠女神呢也被认为是马拉家族的一个守护神。那关于塔利珠女神呢，其实她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哦，也是和如今尼泊尔最知名的另外一个特色库玛丽火女神，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哦。那相传呢，有一位国王呢，每当深夜的时候呢，他都会悄悄的离开他的卧室，那这让皇后呢就感觉到有些可疑，因此呢，在某一天的夜里面呢，皇后呢就悄悄的跟踪国王，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密室。当他轻轻打开门的时候呢，他看到了国王正在与一个气质非凡，然后身着红衣，并且呢长相绝美的一个女子对坐，一边呢下着骰子棋。那这个女子呢，其实就是塔利珠女神本尊，然后她幻化为凡人的这个姿态。然后呢，每夜呢，她都会跟国王在这边对弈为乐。女神看到皇后擅自闯入之后呢，就愤怒的站起来，厉声的道出这个国王犯了禁忌，凡人呢是不可以窥见神奇的真身的。说完呢，她便化为一道红光，永不再现。那国王对此呢就非常的震惊嘛，从此呢他就日日的祈祷这个女神谅解，并且回归王国。毕竟台珠女神她就是马拉王朝的守护神嘛，失去了守护神，也失去了国王对于这个王国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那经年累月之后呢，国王终于再次梦见到了塔利珠女神，他告诉他说，如果你今天真的诚心忏悔的话嘛呢，那未来呢，他将会以童女之身呢重现于世间，但是呢，他将不会再居住在王宫，并且呢，要求国王呢要为他新建一个新的宫殿来供他居住，并且不可以再随意干扰他了。对此呢，国王就设立了这个火女神库玛丽的这个制度了。那挑选呢，就是要符合这个拥有女神特质的少女，来作为呢塔利珠女神在世的化身。然后呢，会每日供奉这个库玛丽女神。那直到今天的时候哦，每位库玛丽女神出巡的时候呢，尼泊尔的王族或是人民呢，都还是会对于他们呢俯身膜拜，然后仿佛呢是真正的这个女神呢降临在世。好，那相信大家听到这边之后一定很好奇啊，那我们究竟要如何找到火女神呢？或者说要成为火女神，她有什么样子的条件呢？首先呢，她必须要是来自于释迦族的，再来呢，她的父母呢必须要是虔诚的佛教徒，以及呢，她的出生背景呢必须要是来自于金匠或银匠这样的阶层的，因为这些阶层呢被认为是最接近神圣公义，然后呢最洁净的一个族群。再来，这些都只是血统而已嘛。接下来呢，她还要针对
对着就是古书里面所提到的32相好来进行外观的一个筛选，在外貌上面呢，经过了筛选之后的这些人呢，也只是库玛丽的候选者而已。那因为库玛丽呢，她毕竟是具有神性的嘛，因此呢，她必须是要具有非常强大的神圣力量，或者是说必有强大的无畏之心。于是呢，他们的测试呢，会选择在某一个血月之夜里面，把所有的刚刚提到这些通过筛选的候选者带入到一间黑暗的密室里面。那里面呢，会摆放着刚刚被击食完的这些动物的头颅、血淋淋的祭品，以及各种象征死亡啊，或者说混沌黑暗的一些物品。然后随后呢，烛光会唰的一下突然间熄灭，那就只留下了黑暗、静默跟血腥味。那这个时候呢，其他的评审者呢，就会站在外面来倾听一下这些女孩们呢，有没有被这样子的一个画面被吓到，哭泣啊、喊叫或是逃窜。那因为呢，库玛丽呢，她被认为是具有女神力量的嘛，于是呢，他们应该会在这些黑暗或是死亡之前呢，一语不发，然后呢，气定神闲，这样子呢，也就被认为是拥有无畏神性这样的特质，才有资格成为塔利珠女神在人间的化身。但是呢，到了这边呢，整个库玛丽女神的筛选呢还没有结束哦。那这些长老们呢，会在过去库玛丽女神所穿过的衣物之中呢，选中一件，然后呢，把它跟一大堆的衣物呢混在一起。那接下来呢，这个小女孩们呢，就必须要从中找到上一任库玛丽女神她在位的时候所穿过的衣物。那最终找到的那个小女孩呢，就会被认为是下一位库玛丽女神。那在这一切都完成之后呢，小女孩就会被送入到了库玛丽之家，成为女神。那从此之后呢，她就不得再踩地走路了。那出巡的时候呢，都会有人背着，或者是坐在椅子上啊，然后搭成轿子。那她呢，也不会再被认为是小孩，而是呢被认为是女神，然后成为尼泊尔最神圣的存在。但是这份荣耀呢，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孤寂吧，将会呢在她的出京来到的时候呢，宣告神性的消退，然后呢，库玛丽女神的任期呢也就会结束。那她则会回到凡人的生活，并且要重新学习如何作为一个平凡人。不过退位后的女孩呢，其实会面临到下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那就是因为在普遍尼泊尔人们呢都相信，即便神性消退之后呢，其实女孩身上还是强留着强大的法力。那这个法力呢，其实会造成呢还有克夫的这个状况。于是呢，其实通常这些女孩呢，她们退位之后呢，其实是非常难以找到可以跟她们共结良缘，然后长久相处的一个对象。那再加上呢，其实女孩她过去的青春岁月是生活的较为封闭的，一般来说呢，她们也没有办法在过去呢学习到一个比较具有谋生的能力。因此呢，其实她们未来的生活呢，其实都仰赖她们在担任火女神时期的时候呢，香客给她们的香油钱，然后也考验当时她们的父母呢有没有帮她们好好的保存。因此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听到这边，如果未来真的有到尼泊尔的时候呢，有去接受女神的祝福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嘛，那也可以尽量多添一些香油钱。那这边呢，就要和大家强烈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到了这些广场里面的时候呢，其实都会看到库玛丽女神庙。但是唯有帕坦这边的库玛丽女神呢，她虽然不在杜巴广场内部，然后呢是在外围区域，但她呢目前为止呢是唯一一个可以开放外国人可以上楼去亲眼见证女神的。那而且呢，它的人潮也比较少。那我真的觉得呢，是推荐大家如果有来到帕坦这个地方的话嘛，一定要来这个女神庙，因为除了刚刚可以提到的，就是呢，我们可以上楼亲眼见证女神之外呢，也是唯一一个作为外国人能够亲身感受到女神祝福的地方。女神呢就会在我们的额头点上朱砂，然后给予我们祝福。那这个时候呢，女神也会看着你。那女神脸上的表情呢，其实充满寓意的哦。一般来说，如果是面无表情的话嘛，其实反倒是一件好事哦，代表呢你接下来呢就一切如常，然后呢可以永保安康。但
但是如果女神这个时候呢出现皱眉或是转身的话嘛呢，其实就代表你接下来可能会有灾祸哦。最后再提一个，它还开放我们可以去拍照。那当然呢，这边拍照呢，我们是只能拍女神的，不能跟女神合照。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照片呢存在手机里面，那也就象征着女神对我们的祝福。好啦，那上述呢是关于帕坦广场的故事。帕坦广场呢虽然不大，但是呢它王宫内部呢有非常多的广场，绝对是我觉得可以静静待上好几个小时的地方。那相较于其他广场呢，我觉得它更为静谧，然后也较少了这种商业化，我觉得是认识尼泊尔故事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哦。好了，那上述呢是关于帕坦杜巴广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也会再陆续的带大家去看另外2个杜巴广场。那更多呢关于尼泊尔的一些故事跟冒险呢，就会继续在吉米的频道啦。那如果说你也不想要错过接下来的精彩旅行冒险影片的话呢，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然后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它更多的影片呢都在吉米的频道。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吧，拜拜。